肖战看着王小朋友提着2个大塑料袋站在自家门外，有翠绿的叶子从其中一个袋子里冒出头来，正在风中摇曳，一定是芹菜，因为他已经闻到了香气。他笑道：“干嘛？你准备来做饭啊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少年笑得像只小狐狸，“是战哥做饭。”“是人吗你？战哥刚下飞机啊。”王一博不理他，毫不见外地走进去，把手里的东西放到桌上，拍了拍手心，说：“我已经把自己喜欢的菜买来了，战哥也该兑现承诺了吧？”肖战一脸懵：“什么承诺？”少年面色不佳地瞪着他：“我就知道你不记得。”他坚持了几秒钟就破功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嗨，给王老师做饭吗？我当然记得了。”少年这才多云转晴，站在那里看着他笑，也不讲话。他也大大方方地看回去，但最后还是败下阵来。在狗仔仔专注又深情的目光中，他真的很容易脸红，不得不转开了头，试图说点什么。然而少年却先于他开了口：“战哥，我可不可以亲你？”他本能的一怔，少年的吻已经落下来，带着一股清冽的、专属于少年的气息，别处再找不到。唇齿间有淡淡的香气，不是口香糖，也不是香水，像是某种水果。不知道狗仔仔刚刚偷吃了什么。他这样一想，已经不由自主弯了嘴角。少年似乎感觉到了，皱眉问道：“笑什么？”他伸手捏了捏狗仔仔的脸蛋：“笑你可爱。”小朋友脸有点臭，却凑过来要继续亲。他又捏他的脸蛋，不准他靠近。王小朋友气到变形：“都几点了还不给亲？才3点。”他指指窗外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。注意影响。少年愤愤地望着他，突然嘴角一弯，意思是等天黑就可以干点什么了。然后他就直接把小朋友那张青春俊美的脸按在了抱枕堆里。肖战是刚刚回到家，行李还没收拾，乱七八糟的包装袋子摆了一地，其实都是帮朋友带的东西，他自己倒没买什么。王一博帮着他一起收拾，看他一边整理一边念叨：“这个是师姐要的，这个是给大成的，这个明天直接带给 XX， 那个先放着 XXX 过几天会来拿。”少年一脸无语：“你转行当代购了？就你好说话。”王一博撇撇嘴表示不能理解：“多累啊。”他听出少年语气里的心疼，浅笑道：“不累，一想到回来就能见到你，我就一点也不累了。”又哭又拽的王小朋友居然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脖子，耳朵红成一片。肖战越发觉得他可爱，又说：“你说下午3点来，我从早上8点就开始感觉很快乐，时间越临近，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。”少年虽然害羞，却又有些茫然。肖战很快解释：“是《小王子》里的句子，你看过吗？”少年摇了摇头，声音低下来：“我看书不多。”其实如果王一博说看过，他也不会深究。但是少年不会说谎，每每触及文化水平或者学历的话题，少年都会在他面前流露出小小的自卑。但即便如此，少年也不会说谎。肖战没有告诉过王一博，他身上的这份简单、真实和坦诚，恰恰是自己最喜欢、最欣赏也是最钦佩的珍贵品质。他笑容和声音一样温和：“没关系，回头我讲给你听，是个很棒的童话故事，你一定喜欢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小王子。”这下小朋友连脖子都红了。收拾了半个多小时，才把行李全部归类放好。小朋友利用这点时间，
已经把他家巡视了一圈，走到卧室门口却停了脚步，只是探着头往里看。他租的这套公寓面积不大，卧室就更小，放了衣柜和床，几乎没什么多余的空间。当初装修的也非常简洁，墙上连画都没有一幅。肖战不知道小朋友在看什么，便笑道：“你可以进去。”少年回头对他挑眉：“要不要先给你点时间，把某些历史遗留的暧昧遗迹藏一下？”他在心里无声地笑开，说来奇怪，似乎只要和少年在一起，无论说些什么稀奇古怪、颠三倒四的话，都让他想要笑，忍不住的嘴角上扬，连空气都是甜的，吸进肺里，身体好像也变得轻盈起来。他说：“还用你提醒，你来之前我就藏好了。”王小朋友明显扎心了，神色怨怼地看着他，他使劲忍着笑，又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东西，就是写给前女友的情书啦，前女友送的恋爱纪念日礼物啦，一起去旅游照的合影相册啦。”肖战少年咬牙切齿地站在那里：“你故意的。”他终于笑出声来，是王老师掀起的头握。王老师已经忍无可忍，扑过来就把他按在沙发上亲。他边笑边躲边求饶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王老师别咬我呀！”其实不是咬，而是啃。他怀疑王一博把他当成什么好吃的了。王老师是在吃螃蟹吗？少年目光灼然，脸上愠怒未退，全扔掉。什么情书、恋爱纪念日礼物、合影相册？肖战笑道：“打爹，假的啊！王一博，你是不是仨？”小朋友瞪着他：“谁知道你有没有骗我？我当然不会骗你啦，最多逗逗你。哎，别咬别咬，我说真的，我出道以后一直都是单身狗状态。这房子别说女的了，连男的也没什么人来过。为什么？你团里那些弟弟呢？听你唱《告白气球》的那个呢？”肖战觉得自己在笑的话很可能会被就地处决，只得拼命忍着，认真答道：“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，和朋友约见面一般都在外面。”少年愣了一下，他赶紧补充说明：“但你不是别人，所以你可以来。”少年终于笑了：“那我是什么人？”他不太好意思说那个词，灵机一动：“你是狗仔仔呀，是总喜欢咬他的狗仔仔。”晚上做饭的时候，王一博也不闲着，在他身边晃来晃去，非要帮他洗菜切瓜。结果土豆被切得一根粗一根细，黄瓜被切得一片厚一片薄。肖老师哭笑不得：“你就出去坐着吧，看电视打游戏，随便你干点什么，别来添乱了。”王一博不肯，开始对那些粗的土豆丝和厚的黄瓜片进行二次加工，神情认真到像在玩现实版的切水果。肖战有点奇怪地问：“你们出去合宿那期，你不是压根没进过厨房吗？现在是怎么了？准备转行去饭店切堆儿啊？”少年抬头冲他笑：“你看过我节目？”他很快转开了脸：“就晚上无聊看电视嘛，无意之间看到的。我就说你那么忙，怎么会特意去看？”少年并未在意，开始回答他上一个问题：“那不一样啊，你和韩哥他们怎么能一样？”“什么不一样？不是在问切菜吗？”少年很无语，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反正不一样，我就是想跟你一起做事情，不然没意思。他突然有些明白，只觉得心口骤然一暖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撞动，不由柔声叮嘱：“那你慢慢切，小心点手。”肖战虽然很会做菜，但其实都是川渝菜，比较辣，如果刻意做的清淡，口味反倒有点奇怪。
他知道王一博不太能吃辣，已经少放了辣椒，但还是把小朋友吃的鼻涕都出来了。他看着小朋友被擦得红彤彤的鼻子，觉得可爱又有点愧疚，半开玩笑地说道：“看来我做的菜不适合给王老师吃。”才不是！王一博喝了一大口水，把杯子往桌上一放：“很好吃，我要求经常吃。”不工作的时候，少年是完全不化妆的，连头发也软软的趴在头顶，整个一副邻家男孩的样子。餐桌上吊灯的光柔柔映在少年脸上，淡淡的一点晕黄，突然让他生出错觉，仿佛他们不过是既平凡又普通的两个人，没有背负那么多的喜欢和期待，只是下了班回到家里，一起做一餐晚饭，再说说笑笑的一起吃完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简单，柔软又宁静，不需要去想任何沉重的事情，甚至不用考虑明天要去哪里，只想这样静静坐着，看着对方，虚度年华。他情不自禁咧开嘴角，谢谢王老师捧场。饭后他随手拿了个梨，准备切了2个人一起吃，可以中和一下吃辣椒的火气。结果被王小朋友大喊着制止：“不要切！”肖战一脸茫然：“你不吃吗？”不知为何，小朋友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说：“我们可以一人吃1个啊，可是我好饱，吃不下1个啊。”“那你别吃了，这么绝情的吗？”王老师。肖战，你是傻子吗？小朋友着急的脸都红了，终于说：“梨是不可以分着吃的。”“为什么啊？”在王老师准备打人之前，他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一脸恍然大悟，然后站在那里笑得低下了头。其实他听过这个说法，只是没怎么往心里去，所以一时忘了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王一博那么一个大大咧咧的男生，居然会记得并且在意这种有点矫情的说法。梨是不可以分着吃的，因为不能分离啊。好吧，那王老师自己吃吧。他把那颗梨递过去，笑得温暖和煦。我们以后都不分离了。吃完了梨，又打了好一会儿游戏。肖战看看时间，已经有些晚。他知道王一博还没有驾照，便贴心提议：“我开车送你回家吧。”少年非但不领情，还有点生气的样子。肖老师居然赶我走，也没有赶你走吧？他无奈地说：“已经快11点了哎，你明天不是还要出席活动吗？”小朋友赖在软软的沙发里撒娇：“天都黑了，我怕黑，所以我说我送你啊。那等你走了，我还不是一个人。看来有只狗仔在，今晚要赖着不走了。”他装作让步的样子：“行吧，那你别走了。”小朋友还没来得及偷笑，他就说：“你就睡沙发吧。”“什么？不愿意？”他挑挑眉：“好吧，看在你是狗仔仔的份上，让你睡床。”“哇哦，棒！我睡沙发。”最后当然是都没有睡沙发，但小朋友也没再闹腾，乖乖洗澡睡觉，换上他找出来的自己没怎么穿过的衣服，钻进他的被子里，像一只要过冬的小狐狸。他调高了空调的温度，关掉了所有房间的灯，刚躺下突然反应过来：“我要给你留盏灯吗？”少年摇了摇头：“不用。”“电视呢？要开中央5套吗？”“不用。”“王老师不怕黑了？”“现在不怕。”少年抓到他的手牢牢握住，低声说道：“因为我不是一个人了。”耳边是少年的呼吸，清浅规律，掌心传来暖暖的温度，心里也是柔软又温暖的，仿佛是陷在棉花里。他闻着少年身上那种清爽干净的肥皂的香气，不由自主在黑暗里弯起嘴角微笑，轻轻说道：“对，你不是一个人了。”
我会保护你的，仔仔。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，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。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，我在你身后